好的，同学们，欢迎回来，继续我们歌多平台跳跃游戏的最新一期的。我们现在还有2部分的内容需要实现，一部分是一个角色选择界面，另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主场景的 UI 界面。在正式视频开始之前呢，依然是希望大家给我点点赞，因为老李现在是全职的歌多游戏教程的作者，说白了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所以如果要是大家愿意呢，也可以来我的知识星球支持我。在知识星球这个平台或者是 App 里边搜索老李游戏学院就可以看得见。废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这一期的视频教程。本期我们要实现的是一个玩家角色选择界面，这样一个玩家角色选择界面在很多的游戏类型里面都可以用得到，但是在这款游戏里面我们依然是使用和上一期关卡选择界面类似的一个 Subviewport 的节点来实现的这种方式。 OK， 那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如何制作。依然是在 UI 文件夹下创建一个新的场景，这个场景就叫做 Select Chart 选择角色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场景依然是一个 Control 场景是一个全屏的界面，和我们上一期实现的关卡选择界面类似的，它也有一个上面的返回的按钮。因此呢，我们可以把上一期的这个界面复制过来，在其基础上再进行修改。下面的这个关卡选择位置我们就不需要了，所以可以把这一部分给它删掉。删掉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创建一个，用一个 VBox 吧，2部分用2个边框容器。上面呢，这个容器显示的是我们当前玩家要控制的这个角色，下面则是几个按钮的一个排列。这几个按钮分别是上一个、下一个和进入游戏。这3个按钮呢，我们都用图标来表示。中间的进入游戏可以是文字。进入游戏文字呢，依然是简单的美化一下，给它一个描边。上一个和下一个我们用图片找到 button， 有一个上一个和下一个。这个图片就没有外边框了，就这么大吧，暂时不去修改它了，修改它的意义也不大。这个上面我们依然是使用一个 Subviewport 来实现 Subviewport 容器以及一个 Subviewport， 在 Subview 下给它一个我们当前玩家可以控制的角色。当然这个角色是一个默认的节点我们等一下要创建多个角色，现在呢有1个角色就可以了。给它设置一下，设置这个根节点，我们希望它是一个192×192的尺寸但是现在它看不见，什么也没有，很模糊，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改一下，用一个 Node 节点 Node 2D 节点，把它作为我们这个 Node 2D 节点的子节点来存放。我们给它的一个位置可以设置一下它上一级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一个 character 这个 character 我们加的是一个节点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加这个 character 的场景。这个场景我们进来之后看一下，我们希望它量一下，从上到下大概是32个尺寸，从左到右是12个尺寸，差不多。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 Select Chart 这个位置Node 2D 节点，它的根节点是一个 X 轴是12，然后 Y 轴是80，是吧？差不多这样这个小人就显示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希望它能放大一下，放大几倍。所以呢，如果放大几倍，我这个地方的尺寸也需要跟着放大。400好像有点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试一下200、150、160，好像差不多。那么现在让它居中显示，这个角色现在能看出来它并不是居中的，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它。外边框是一个192×192的，因此它内部可以让它向右移动，可以试一下96，可以96有点太多了，也96×1.5倍吧，96×2倍，这样可以。当前这个角色不应该是模糊显示的呀，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它会是模糊显示的？看来我们的这次失口我们需要单独的设置一下。设置它的方式也很简单，找到它当前的不需要背景，模糊的原因是这个位置，设置一下就可以了。OK， 那现在一个基本的结构已经有了，那我们需要去添加几个新的角色方便在这个位置使用它。这个位置添加一个新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就叫做玩家可以控制的角色吧我们言简意赅一点，就叫做角色文件夹。创建几个我们玩家可以控制的角色，新建一个继承节点，这个角色叫做
mask code， 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因为原版的角色就是这个素材，再创建几个新的。这个是一个忍者青蛙，继续创建一个新的，是一个 Pac-Man， 还有再创建一个新的，这个是一个 Virtual Game， 保存一下，4个角色。这4个角色的差异啊，其实就是纹理的差别。我之前也说了，我们实际上之前已经创建了4个角色的分别的动画库，所以呢，这里我们直接加载动画库就可以了。加载一个动画库，第4个把上面的这个删掉，然后把它变成全局的，确定运行。哦，它是受这个 Animation Tree 控制，那就无所谓了，我们直接删掉它。来看下一个 Picman 动画管理动画，删除这个库，加载这个 Picman， 它是一个全局的，这样就加载完了。再改这个忍者蛙是管理动画，删除加载这个忍者蛙，并且删一下名字，把它变成全局的，这样一个忍者蛙也好了。然后第一个呢，因为我们之前用的这个素材啊，就是这个角色，所以呢这里不需要修改第1个角色了。那么这样我们就提供了4个角色。那再看一下这几个角色，貌似有哪一个角色不对是吗？应该是没有，可能是我们眼花了。那我们把它删掉，回到选择角色的这个场景，选择角色这个场景啊，默认的它这个角色我们就不变了，可以去修改它。因此这里呢，我们用一个给它根节点添加一个脚本，这个脚本里边我们把需要用到的都拖过来。第一个是一个返回上一集的按钮，还有呢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下面的这3个按钮，这3个按钮也是需要的。还有当前这个 Node 2D 节点，这个 Node 2D 节点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个名字，叫做 Character Point 啊，我们要把这个角色放在这个点位下拖过来。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啊，就目前来看就可以正常的编码了。那我们就开始实现它。先用一个变量吧，告诉当前我们有哪些角色可以使用。实际上这种数据啊不应该存放在 UI 节点上，我们应该放在一个更合理的位置。但是呢，既然本教程的目的更多的是教学的目的，因此这里呢我们就简单一点的实现它。根节点选中之后，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数组，可以直接把我们刚才创建好的4个对象拖过来，1、2、3、4，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当前场景里面来添加它了。那继续来看，我们再往下需要当前的这个 char index， 那么命名我们严谨一点，叫做 char index， 是一个 int 类型的。再往下继续，有2个自定义的信号需要告诉上一层，一个就是这个 close button 被按下的信号，需要上一层来处理。另一个呢，就是当前玩家选中了某一个角色，点击了进入游戏的这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里面，我们直接告诉外界啊，我选中的是哪一个角色的场景。